哈喽，我是基丁。上期我们讲完了女武神第4场对决，开膛手杰克打败了海克力斯，为人类方扳平了比分。接下来第5场对决将由日本最强力士雷电卫右卫门对阵宇宙破坏与创造神湿婆，究竟结果会如何呢？废话不多说，赶紧进入我们的解说时刻。就上一场的伦敦街头赛，这一轮比赛场地终于恢复了正常，是一块正正方方的相扑擂台。在众多相扑者的呐喊声中，人类代表雷电登场。健壮的肌肉上有着奇怪的纹路，彰显了无与伦比的压迫感。另一边，伴随着一阵轰鸣，象形庸速中，印度最强神湿婆登场，三眼四臂，神秘感十足。人生第5战正式拉开序幕。没有过多废话，雷电脚下卯足劲，随后猛地冲向了湿婆，还没反应过来，湿婆就被一脚飞踢踹在脸上。这便是雷电的第1招导弹踢。倒飞出去的湿婆借着手臂稳住了身形，擦拭了嘴角的血迹，说道：“这下等待真是值了呀。”可话音刚落，雷电的身影又出现在眼前。这一记下勾拳被湿婆稳稳地接住，但他没想到的是，雷电的右拳来得如此迅猛，一拳暴击打在脸上，紧接着又被雷电按住了脑袋。这下就结束了。打架的话，果然。只见湿婆推开了雷电的手，下一刻用上面的2只手抓住了雷电的胳膊，而下边的手瞄准了其腹部。就该这样啊！挨了结实的一击，雷电空中转体跳了出去，脸色逐渐沉了下来。唉，麻烦死了。两边都是以格斗技进行硬碰硬，这一场乃是人类和神明的综合格斗赛，两边的观众席都在为各自的选手呐喊助威。而赛场之外，诡计之神洛基堵住了另一位神明，正是佛教的创始人释迦牟尼。洛基自顾自地说道，他一直疑惑身为半人半神的女武神们为什么会有神器锻造这种犯规的能力呢？所以他思来想去，突然间想到了，似乎在佛界有着一种能将2个人彼此的生命共乘于一莲之上，发挥出恐怖力量的能力。没记错的话，好像叫一莲托生。也就是说，女武神们不仅仅幻化成了神器，还用一莲托生赌上了性命，和人类方选手并肩作战。所以说，释迦牟尼君，你是叛徒吗？是又怎样？就在两边气焰高涨准备动手前，又有人来了，准确说是神，天界处刑人七福神。就在七福神也准备冲释迦牟尼动手时，又有人来了，这次来的是人类。神界还真是热闹。来人正是佐佐木小次郎。不仅如此，还有一位人类代表，日本天才剑士冲田总司也来了。看不惯仗势欺人的神明，要打架的话，他们可不怕。就在两边即将开打之际，宙斯和奥丁赶到了。2名高位神的出现制止了冲突，自觉得没劲儿了，两边人马都赶回去看比赛了。看着释迦牟尼不可一世的样子，宙斯阴沉着脸提醒道：“别再挑起争端了。”哈哈哈哈，能让我行动的于天于地，唯有我自己。释迦牟尼的话可以说根本没把2位高位神看在眼里，宙斯看起来倒没放在心上，却把奥丁气得不行。看样子一场冲突是在所难免了。等宙斯回到赛场询问比赛如何时，才发现湿婆的一只手竟然成了这般模样。原来几分钟前，2人在激烈的肉搏中，雷电防守出了湿婆的一顿乱拳后，抓住机会双手捏住了湿婆的手臂，突然间肌肉爆起，在湿婆的痛苦声中一脚踹开了雷电，但也为时已晚。谁能想到印度神界的最强神竟然会被一个人类捏坏了手臂，他究竟是怎么做到的？在1767年的一个小县郡里，已经快3岁的雷电竟然连站立都不会。不过就在1周后，父母忙完回来，却看见雷电竟然蹒跚地站了起来。可正当他回头看向父母时，突然间全身肌肉暴起，面部也变得狰狞。就这样，有生以来第1次站立的雷电，因为天生肌肉太过强壮，将骨头给压碎了。但没过多久，同样是因为肌肉改变了他的命运。多次尝试后，他创造出了堪称外壳的新肌肉，从此压制住了失控的肌肉，其名为百臂。而今天在神的擂台上，他终于彻底解放了，因为女武神为他量身定做的神器名为超级外骨地回，在他一声怒吼下，全身肌肉解放，又被神器抑制住。此时此刻，这位最强力士有生以来第1次完全解放的战斗了，并且在神器的驱使下，他能自由操控肌肉的集中和分散，所以在那一刻，他将肌肉集中在了手臂上，才能一击捏碎湿婆的手。而此刻阴沉着脸的湿婆注意到了场外印度的神明们正举起替他呐喊助威，他又再次露出了自信的笑容。失去了一只手臂，但气势上反而更深了。两人你一拳我一拳，又展开了肉搏战。作为印度的最强神，湿婆的拳头里可是寄宿着1116诸神的意念。如此热血沸腾的战斗，恐怕也只有1000年前他的登顶之战才能媲美了。
曾经的印度神界上千柱众神各立山头，可以说是群雄割据的混乱局面。而这个时候，湿婆还只是神界乡下的毫无名气的下等神。相比没有什么志向的湿婆来说，他的好兄弟暴风神楼陀罗却每日每夜都在不停修炼，两人一会儿跳舞，一会儿打架。直到有一天，楼陀罗突然表示他想站上印度神界的顶点，将谁都未曾见过的景色收入眼里。湿婆听了后无所谓的表示，那我就陪陪你吧。就这样，两人开始了四处征战。从一开始受尽众神的嘲笑，在他们打败无数对手后，开始受到了支持和尊敬。他们不断挑战并战胜各路强大神明，终于携手战胜了山巅。这一路下来，他们共打倒了1115柱神。但看着一望无际的美景，楼陀罗并没有表露出胜利的喜悦，而是向湿婆发动了挑战。站在山巅的只能有一人。虽然不想和好兄弟动手，但为了尊重他的选择，湿婆不留余地的挥出了拳头。那是印度神界有史以来最激烈的战斗，最终以湿婆略胜一筹，战胜了好兄弟，成为了印度的最强神。所以在他的身后背负着的是整个印度神界以及好兄弟的意志，无论对手是谁，这一战他都不会输。差不多是时候投入其中了吧。话音一落，只见湿婆竟跳起了舞来，这是只有他才被允许舞出的宇宙律动。在雷电的眼里，渐渐跟不上湿婆的动作，就仿佛四面八方都是拳头袭来。眼看形势不妙，雷电将肌肉集中在双脚上，一瞬间倒立出招，名为狮子舞。但谁料湿婆竟诡异的向前闪身，不仅躲开了，还一脚踹在了他的背上。不待他站稳，又是一记上勾拳，胸前肘击，再是当头一脚。似乎在跳完舞蹈后，湿婆就开始了单方面的碾压。雷电自知躲不了攻击，索性就不躲了，改为双手护头，将肌肉集中在了手臂上，一会儿肉盾护臂将攻击隔绝在外。湿婆一笑，正好来试试谁的能力更强。湿婆的拳头越来越快，身体速度也在变快，不知何时身上竟然开始冒起了白烟，再次落下的拳头竟带着一股高温，就像是被烈焰包裹了一般。就在雷电已经快支撑不住的时候，湿婆一脚踩在他手臂上，借力一跃而起，使出了从天而降的一招虎爪烟雾。雷电的胸口被狠狠破开了大口子，从肚子一直延伸到脸上，甚至都不需要缝合，那惊人的高温瞬间将伤口融化增粘合，这期间的痛苦也只有雷电才能感受到。在烈焰加持的湿婆面前，任谁都不敢跟他硬碰硬，但雷电舔了舔脸上的伤疤，出人意料的竟然笑了起来。场边曾被雷电打倒过的力士们瞬间炸开了锅，这一天终于是要来了吗？最强力士能够认认真真全力相扑了。在雷电年幼时，一直向往着自己也能站上相扑擂台，但直到真的被允许上台时，一击就撞飞了比自己年长的力士，还没来得及高兴，就遭到了所有人的排斥，骂他是个怪物。只有回到家时，妈妈才安慰他，这不是他的错，这是神明赠予他的力量，让他去保护弱者。自那以后，雷电被成长为了一个心地善良、受人爱戴的热心青年。但不久后，一场大自然的异变改变了他的命运，火山爆发，席卷了他的村子。顷刻间，农作物凋零，瘟疫开始散布。他意识到，再不做点什么，他的家乡就将不复存在。于是，他背负行囊，来到了繁华的大城市，准备在相扑上取得成果，赚了大钱，再来拯救家乡。可他万万没想到，这一上来就碰上了当代最强的力士大关。即便他有着异于常人的力量，但缺乏技巧，还是被大关一次次轮倒在地。这一场对决才让他真正理解到了什么才是相扑，简直是太有趣了。虽然打败了雷电，但大关却提出要教导雷电，毕竟能仅靠蛮力就和他过招的人，除了他也没谁了。就这样，在最强力士的教导下，雷电成为了真正的相扑手，在擂台上战胜了无数的对手，成为了相扑界活着的传说。曾经被骂成怪物的少年，凭借一己之力挽救了家乡。然而好景不长，一直碾压对手，让雷电意识到了，这样的他不还是在欺凌弱者吗？明明说好了要为弱者使用力量，但一想到家乡需要他，他也只能咬着牙继续相扑。所以为了不伤到对手，他封印了自己最擅长的招式雷电四庆，分别为铁炮、张手、折青和栓。可即便如此，他也一直在赢，直到隐退，也很少有人知道，这个被称为无与伦比历史的传说人物，竟从未使出过全力，就这么消失在时间长河中。但大关和那些被他打败过的力士们知道，只有这一刻，在和神的对战中，雷电才终于能真正的拿出全力了。第一招最基础的奥义铁炮，是将力量悉数注入掌心，集中一点的恐怖一掌。湿婆用于抵挡的双手瞬间被撕碎，仅仅一招就废掉了湿婆2只手臂。缓缓站起身，湿婆看起来狼狈不堪，但对面的雷电似乎也停下了动作，下一个全身经脉都在喷涌，雷电的肉体又开始崩坏了。即便是在神器的加持下，也难以维持他全力释放的力量。但就算是这样，他也绝不会停下脚步。
而另一边，湿婆被场边的一幕吸引住了，原来是印度神明们投来了鼓励的目光，他的好兄弟楼陀罗也来了。没错，作为印度神界的顶点，他可不能输。猛然间，他一掌刺入胸口，竟然直接通过刺激心脏来强制提升心跳速度。传说中，湿婆神跳起轮回舞蹈破坏世界，其实在那之后还有后文，湿婆会燃尽身躯，并在灰烬中重铸世界。来吧，直到燃尽为止。呵呵，像你这样的男子汉啊，可真是麻烦死了。一边是为了弱者，为了人类；一边是为了挚友，为了同伴。最后的决战正式展开了。雷电四镜，不要命死的使出，挥拳、冲撞、爆摔一气呵成。湿婆也不落下风，凭借着火焰附加和灵活的身法，和雷电展开了时间的赛跑。直到湿婆即将被火焰吞噬，雷电也快达到极限，双方都意识到是时候决出胜负了。雷电将全部力量汇聚于掌心，看起来朴实如画，却是其最强的招式八指悟。与之对应的是湿婆速度和威力集聚一体的最强招式太切炎舞。在拳脚触碰到的那一刻，胜负也随之分出。只见湿婆的炎舞直接融掉了雷电的拳头，肉体凡胎终究是挡不住这超自然的力量。老子很尽兴啊，多谢了。哈哈，了不起的男人，直到最后都没有跪下，我才该谢谢你，雷电为右卫门。随着雷电的身影消散在空中，人生第5战由神明方湿婆获胜，比分来到2比3。结束了这精彩的一战，神明方也终于明白了人类的强大。下集预告：宙斯拉下脸面想请出释迦牟尼出战第6场，却没想唯我独尊的释迦牟尼选择了为人类方出战，而他的对手竟然是七福神。以一敌七，释迦能否为人类方拿下比分呢？那么到这里，女武神第5场对决就结束了。喜欢我们记得别忘了关注和订阅哦。我是麒麟，那我们下期见。